各位老师、同学们好，欢迎来到第4节课站桩。今天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把上一节课所学习的气息以及意识的运转形成一个相互结合，并且加以逆腹式呼吸的运化和我们气息意念运转的运化形成相互结合。那么这里就需要跟老师们先去了解小周天。我们站桩时主要运化的即为小周天，大周天是我们后期慢慢随着深入才会接触到的一个点。所以咱们今天呢，就借着这节课来将小周天的起始点来跟大家说一下。下面跟老师们介绍任脉和督脉的起点和终点。任脉呢，是我们身前从我们的下巴到我们的曲骨。那么我们下巴这里叫什么？我们下巴这里叫承浆，承浆顺身而下，一直到达我们的最下端丹田以下的位置，叫做曲骨，这是我们的任脉。那么督脉呢？督脉是从我们的会阴为起点，一直向上出发，然后一直向前滚动，经过我们的头顶百会人中，到达我们的下嘴唇，叫做对端。这是督脉的起点和终点。所以我们将两者之间的起终点记到心里面，那么慢慢的进行呼吸意识的相结合，然后加以运转运化，就慢慢形成了我们的小周天。那么老师们不要觉得小周天很难，我们有简化的，有复杂的。首先复杂的我们需要记住大小任督二脉这两条经络当中有52个小穴位，这样我们在站桩时需要将意识意念经过每一个穴位，并且感受其穴位当中所对应的身体体感，这样的比较复杂。那么我们目的是为了养生，是为了达到气息的通达，我们只需要由丹田出发，经过会阴到达我们的尾闾、命门，到达我们的中脊大椎，然后再到我们的头顶百会眉心额前，咱们的人中，然后咱们的这个终点，咱们的这个对端到咱们的这个小腹丹田，这样的一个圈咱简单的给大家去概括一下。那么下面的时间，老师们要跟着左龙一起去进行站桩。站桩的同时，跟随我意念的引导，包括我在教大家控制的过程当中如何进行呼吸的运化。首先咱们有两种，一种呢是我们现在正在教学的小周天，一种呢是道家的无为而治。道家无为而治它宣称的就是一种不要做任何的干扰，自然而然的呼吸运化就可以，自然呼吸，周身放松，思想放静即可。这就是非常简单的无为而治所形成的站桩外形。那么我们想要练的一定是大小周天，对不对？所以咱们就要通过意识先带动，这里咱们先不配合呼吸，先走意识和意念。好，来老师们跟着我做好站桩动作。一手丹田，丹田为我们任督二脉运化起点。好，呼气放松下沉，不要在意呼吸运转，行至会阴。此间先感受丹田此时状态，是否饱满充盈，是否发热鼓荡，是否有气感饱满之意。继而向下行至会阴。此时我们会阴要保证提肛收缩，来与臀瓣的外旋形成内外的对拉。好，思想放静，感受臀部是否有紧张感或是酸胀感，如有顺势作为调整。好，继续上行，行至尾闾，就是我们脊柱最后一根骨头。尾闾是否发痒发麻，是否像有一个小尾巴草一样在动，感受那些非常微妙的细微感觉。好，继而上行，来感受我们的
命门。如果老师说，老师我还想再找一个地方，你可以把命门的地方向下再多走一个穴位，我们可以下行多走一个腰阳关。腰阳关是我们尾闾和腰椎交界的地方，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腰是否下踏过分。如果此时我们的腰能够感受到上下对拉拔直，那么你的气息则是通畅的。好，意念继续上行，到达我们的脊中中枢，感受脊中中枢是否有因为尾闾下沉和头顶上领时的一个上下对拉之意。好，如果有的话，老师们就细细的将意识放在这里，多感受3到5秒，或是5到10秒，而或是20到30秒或1分钟，慢慢的去感受随时间的推移，我们这2个中枢脊中这种感觉是不是慢慢的越来越明显，尤为是拉伸感。好，继而向上，我们的大椎就是我们的身体的脖子和身体交汇的地方，我们的大椎穴。这个时候呢，老师们可以去再次多感受一下，有没有头顶与后背沉肩坠肘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一个拉伸感。好，继续往上，如果我们感受到了这些气感，那么老师们非常棒，你已经将你的督脉连通到一半了。我们再次向上，到达哪呢？到达我们的后顶。有的老师可能后脑勺上有个骨头是隆起的，但是有的老师是没有的。那个地方是我们的后顶，将意识放在后顶，去感受后头皮是否有发麻，来将这个点慢慢的向整个后脑扩散。如果此时老师能感觉到头皮开始慢慢发痒、发热、发麻，像吃辣椒一样，那么我们的气意已上行至我们的头部了。再向上，来到我们的头顶百会，感受头是否上领至到位，感受头顶是否有牵拉感，是否有阳气上升之意。这里很多老师可能不知道阳气上升就是头顶轻微发热，感觉到醍醐灌顶的感觉。好，继而向下至我们的神庭，感受神庭。很多老师不知道神庭在哪儿，发际线的位置。当然，老师你如果有脱发的话，您就对照一下这个穴位表。神庭在我们发际线的位置，感受神庭是否有挤压感和压缩感。大部分的老师在站桩时通过引导，基本上感觉到的神庭都是有一种轻微的按压感。好，也是同样将思绪放置3到50秒，或者3到1分钟。我们继续下行，来至眉心额前，感受眉心额前的气感。在玄学当中讲过，我们这里有一个东西叫做松果体，它好像能感受到万物之间所有的能量，是一种比较概念性的、具有神学色彩的一个点儿。你像以前的开天眼呀，这些位置都是开在我们眉心额前的位置。好，继而向下，来到我们的人中，在穴位图上也叫水沟。我们感受人中随鼻吸过程当中不断慢慢散发出的热气，来仔细感受身体气息的运化。最后来到我们的中点对端下唇部，感受嘴唇、牙齿上下微闭，同时舌尖抵住上颚，口腔自然分泌唾液向下吞咽，这样的一个感觉。好，这个过程我们的督脉就走完了。然后下面呢，我们继续走我们的任脉。任脉呢，我们要继而向下，来到我们的中突，也就是我们的咽喉的位置。感受中突此时此刻是否能够跟随呼吸均匀的上下轻微产生一个小小的起伏，
然后慢慢的继而向下来到我们的膻中。膻中穴是一个最明显的气感部位，我们感受到最明显的也就是拉伸啊，拉伸感很强。哎，在这个地方再停个3到50秒或者是1分钟，最后来到咱们的这个中脘，在哪呢？在我们中府的位置。哎，丹田以上，膻中以下，中间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中脘。感觉到这个地方，哎，此时此刻会随着我们意识向下，有一种气息下行的一种小挤压感，逐渐慢慢的下行至我们的小腹丹田。此时我们任督二脉运化了一整圈儿，从丹田出发，向后沿会阴上行，至我们的腰，再到我们的背，再到我们的脖子、头顶、咽喉、膻中，再回到我们的丹田，这样一整圈的思想运化。老师们可以后期跟着这个视频一起去跟练，随着语言的引导，不断的来进行意念的引导。好，这是咱们意识所走的一个方位图。经过语言的引导，这是咱们相当于说是通过略微简化的方式来教大家如何走小周天的方法。如果老师们想要走到一个完整的小周天，并且加以研究，那么任脉、督脉一共52个穴位，老师们需要记住位置在哪，地方对应的点按感受是什么。我们需要做更多的身体上的一些探索，才能把我们的任督二脉走得更加清晰。好，那么下面我们要结合逆腹式呼吸来跟老师们去进行讲解。那么这个呢是属于后期的一种阶段，需要结合你的意识和你的逆腹式呼吸。那么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气息拉长。来，我这个时候老师们，因为我要边讲边做，所以说呢，我把这个过程跟老师们说出来。首先，气息放长，一个呼吸循环要做到10到15秒钟左右，啊，10到15秒钟左右。来，注意看，吸气，心里自己先练呼吸。老师们将站桩的动作和呼吸先分开去练，想办法将自己的呼吸逐渐放缓拉长，达到10到15秒。可以通过无极桩的办法，无极桩，两手自然合于自己的小腹丹田，男士左手在下，女士右手在下，虎口相扣，合于丹田部位。吸气上升，呼气下降，吸5秒，呼5秒，把这个呼吸循环给它带入到自己的身上，慢慢的去找到自己身体的呼吸的配合。好，那么这个老师们先要有一段时间去经过训练练习，达到了之后来训练我们最后一部分的内容。来，跟老师一起去做。来，我口述，大家自己去找感觉。同样是站桩的双手上领。好，吸气，气贴背连入肌骨，丹田里合，找到一手丹田之感。好，继续吸，慢慢的吸，找到丹田随收缩下沉的过程当中，气息上提，走弧线行至我们的会阴。好，随气息继续向上行，来到我们的尾闾，继而上行，随吸气上升至我们的命门，再上行到我们的中脊部位，再继续上行，还在吸气。老师，这个过程我们还在吸气，吸到我们大椎的位置。这个时候，老师们，我们的这个胸腔基本上已经被大部分全部填满了，腹腔还是一个内收状态，胸腔是一个前后撑圆的外形。当然，我们如果做的时候，尽量把这些动作都缩小。最后，我们吸满，吸到不是顶气的时候，就是吸到8%、9%或者7、8成的时候，正好这个意识停留在我们的
头顶，随呼气放松下落的过程当中，行至我们的对端，继续向下来，逐渐往我们的咽喉中突的位置去走，还是一样的，吸结束了，便呼，再向下，再向下，再向下，最后达到了我们的膻中中脘，然后和我们的小腹丹田，一个呼吸循环走一圈，记住我刚才说的这些位置，循环一圈过以后，一个呼吸循环结束。那么这个就需要老师们掌握2项最基础的要求。第一，就是我们在前半部分当中跟大家讲解的意识导引、意念控制操作我们的经脉运转。第二，就是我们的逆腹式呼吸循环也教过了，在第3节课当中，要将逆腹式呼吸循环运化非常标准，能够将气息由丹田上行到我们的胸背、膈膜，再回到我们的小腹丹田，这2个最重点的基本功法相互结合，来达到意识与呼吸之气形成相互统一。那么意识属于看不见摸不着的，呼吸则是我们自身可以控制的，意念也是同样如此，将2者行为相结合，我们的精气神，包括我们的中府、胸肺之气和我们的水谷之气形成相合，通过后天的一些配合和总结，形成了我们现在的站桩气息意念运化之法。老师们需要在以后的时间当中加以训练，这个就是咱们第4节课当中最重要的部分，教大家如何结合。刚才口令加领练基本上也有个大概5到10分钟左右，老师们在初学的过程当中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个语言引导来进行这样的思想运化，慢慢来，不要着急。